哇，换回来自己车之后哈，真的是不香了。那回溯上一次定速，增加电动风镜，上最高大概到这个地方，下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今天要去Honda试驾这个新款的 Forza 750。我自己本身也是 Forza 750的车主，是21年版本的车。然后看看这两个什么差异、不一样的地方。我现在骑的是2025年最新款的 Forza 750。新版驾驶模式除了原有的 Standard 标准模式、Rain 雨天模式、Sport 的运动模式之外，这次的 User 自定义模式还可以设2种不同的模式，分别为 User 1和 User 2。好，我们今天骑到这个 Forza 750新款的2025年版本哈，这台车。那我刚刚稍微试骑一下哈，它最大差别，它的 DCT 的运作跟以前的运作方式不太一样。那我先讲一下之前 DCT 哈，你如果转速，我先偏空档，你如果转速拉太快，它离合器也会放很快。那结果就是你好像有点像弹离合器的方式在起步，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突兀，好像爆冲一样。这是之前旧版的。那新版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入档，它会先把转速先拉上来，它半离合器再结合上去。来，我们再来一次。好，刚刚是慢慢放离合器。好，它也是有给你用半离合器的这种感觉，所以你不会说这个起步太突兀。那之前的话，就是我们 Forza 或是 XADV 的车主通常会有个习惯。这个起步会油门先慢一点，等它离合器完全结合之后才开始灌油门。那现在新的话，就是因为它已经半离合器的部分做得很好，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灌油门，直接吹了。那换挡的感觉在旧版的部分它换挡还是会有些微的这个顿挫感，不明显。那新版是几乎完全没有感觉到，你有感觉到咔啦入档的声音，可是你换挡顿挫感没有感觉，因为它都有中间有一个半离合去衔接去过渡，所以你感觉这个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那右边这按键这个就是定速开关定速开关，看一下现在开启了嘛然后你时速要到50，我现在没办法到50，我们看看有没有路段可以到30以上或50以上，我们来测试。它是用这个按键，往下是 Set 设定速度、设定定速，往上的话是回复上一次的设定，或是加减速这样子。看样子它速度要到50，它才会让你做设定。你看换挡的感觉，那个顿挫感几乎快要感觉不到。原厂定速还要讲一下跟原厂的定速跟一般人的那个定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改装定速因为它是电子油门嘛上代也是电子油门，可是这个 Honda 原厂的这个电子油门有定速的电子油门，它是可以往回一格。那这个干嘛呢？我们在定速的时候往回一格，它可以取消定速，可以取消定速。这是我在之前骑 NT 101跟那个非洲双手发现的，所以现在这个 Forza 750上面也有这个功能。好，我们等一下找机会再试一下那我回溯上一次定速，增加这个 Honda 定速有好处，它可以显示出来你之前设定是多少。好，我们看右手油门往回推一格，定速取消。这是一般所没有的。有很多这个Honda车主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功能，对，那你们那个学到了，往回推一个可以取消定速。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风镜哦，风镜这个上下，它风镜上下需要进到这个选单里面去哦，这边有个选单部分，你右按一下，先等一下哈。我们上一代的这个选单哈，你只要有速度就没办法操作。那现在新版这个是你有速度的时候，哎，看可以吗？哎，还可以耶。你有速度的时候，它这个选单还是可以让你进去。好，在第二项哦，这个看到一个风镜上下的部分，哦，进去就可以上调下调。那好处是它现在风镜最下段大概在我们胸口位置，那这对我们夏天哈，这个很方便。我们以前这个上一代的车主哈，我们会去买改装的风镜支架。那这个往下的时候可以比原本的原厂更低一点，那你夏天不会那么热，比较舒服，比较凉快。那你在冬天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把它推上来啦，哦，推上来，好，推到最高，推到最高就大概跟以前这个原本旧版的这个风镜高度其实差不多，哦，可是它因为这个有加宽，那另外它这个前面多一个开口。那减少老流啊，减少老流。那上一代的这个风镜比较可惜的，这边没有这个开口。其实我觉得有开口比较好，像那个勾力也是一样有开口。那它比较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覆盖到你的肩膀啊。那之前的这个为了闪避这个照后镜啊，所以它这个中间这一段哈，它会往内收缩，往内收。模式切换变这小颗的，哦，风很多，下雨天，它这小图样好可爱哦。下雨天呐，哈，这个是 User One、User Two， 之前只有 User 模式只有一段呢，现在变2段了。我觉得这个点是不错，变2个那个 User 可以选择，你可以设定2个模式啊。哦，这个叫做一般模式，非常快模式，太可爱了。好，我们先到 Sport 模式看看。好，那我觉得这一代感觉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风镜的改变，还有你这个换挡的半离合这个状态比之前来的让你觉得比较舒服，不会那么突兀。那当然之前这个你还是可以用手动控制方式啊，那只是说这个已经帮你做电控里面，你自己不要那边调半天，你就可以自动。傻瓜，你就可以用傻瓜操作模式，比较轻松一点。那其他骑乘感受跟上一代的差异没有那么大。那坐垫是听说是有收窄一点点，然后我感觉是有啦，有收窄一点点，不是很明显，可是有收窄一点是真的啦。那可是我本身腿就不是很长，所以收窄一点其实差异视角性差异没有很大。我们来听一下这台车加速和减速的声浪。哎，大家好，我是奈森。我们来看2025年版本的 Forza 750。好，我们来看它坐高。我的身高162，鞋底4公分。来看一下，双脚几乎是踩各1/3吧，各1/3。那这个好处是你还可以稍微前后移动一下，稍微可以前后移动一下，这种操作基本上是算比较安全的。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选择 Forza 750，是因为它的坐高，我的腿长就最多就骑到 Forza 750。好，我们移到后面来。
可以看一下哈，大概是这样子，双脚大概是踩1/3左右哈。哦，可以稍微前后移动一下，哦，可以稍微前后移动一下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它的骑姿哈，它的骑姿一般我们正常是这样骑，可是如果我们在巡航的时候，我们都会踩到前面来，这样会比较轻松，像美式巡航车的感觉。你这样可以骑很长的时间哦，里程很长，你都不会觉得很疲惫。哦，那它有相当不错的活动空间。那只是说你后面哦，你不像 SADV， 它可以踩后面这一段，它没得踩。哦，所以你在过弯的时候，你大概只能踩到这样子而已，只能踩到这样子而已。好，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开关插座，我们来看它的开关哈，这是它右把手开关，这个是手刹车，好，手刹车，哦，那这个是启动。现在新版都是启动跟熄火开关做在一起，哦，你这一段是熄火，这一段是通电，然后你要按下去，它才能够这个发动。那你要拨到这边来，所以它不会有那个要发动忘记把那个熄火开关结束掉的部分。然后这个是 N 档、D 档、N 模式，哦 ，N 模式，哦，那这个是双闪灯。哦，这个是双闪灯开关，那这个是定速开关，那这是油门。油门要特别讲，是它这边停止状态之下，静止状态之下，往回还有一格，往回推还有一格。好，这是一般电子油门把手，如果没有定速版本就没有这个功能。那我的也是电子油门，可是它没有这个往回推的这一段，那这个有。哦，跟 NT1100啊、GoWin 啊，还有这个非洲双，它们都有这个功能。好，我们看它的前刹车拉杆哈，它是有6段可调，6段可调。好，那我们看它油杯这边，其实它这边预留一个这个锁点哦，你可以锁球头哦，你也可以锁一些其他东西。你要想装拉这个横杆的，你可以装这个装在这个地方。哦，这边有预留这个锁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左把手开关。好，首先这个嘞，前面有 USB 孔哦 ，USB 充电孔，它 Type C 的。哦，那Forza 有 XADV 没有，那至少有总比没有好啊。以前的话都在后面要怎么用？后面很难用啊。然后我们来看左边哈，先从上面开始，这个是现在近灯、远灯、Pass 灯。哦，我们等一下会操作给你看。那这模式切换，你要切刚的这个下雨天模式。然后普通模式、Sport 模式、User 1、User 2都在这个地方做切换，按一下它切下一个。那现在十字键部分它缩小，在这个地方，哦，十字键上下左右，哦，十字键它缩小。喇叭、方向灯开关，这边多一个电速用的，往下是设定，往上是回到上次的设定。啊，那这个是降档，强制降档。来，我们到前面来。那我们现在看到前面哈，这个是升档，强制升档。那其实你转速如果太低的话，你强制升档没有用，它不理你。你要转速够，它才让你升档升上去。好，那这个是后刹车的拉杆哈，一样是6段可调。好，我们来看它这个电源开关哈，它是 keyless， 往这边转是关闭电源。好，那你要开电源，按中间就可以开启电源。好，我们现在开一下，然后这个是坐垫打开，油箱打开。好，我们先开电源，按一下，它启动，看萤幕。好，它界面跟之前上一代有点不太一样哈。那这个其实差异不是很大，最大差异在这个地方。进去之后，第2段有这个风镜上下可调。好，上下可调。上最高大概到这个地方，下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定速，哦，这个定速，你开启跟关闭，那你要速度50以上，它才能让你做设定。哦，那好处是你设定多少，它这边显示你现在刚刚设定是多少，你刚刚设定50，这边显示50，所以你加速你可以直接加到90，你现在可能速度只有50，加90，它这边给你显示90。哦，这个地方。在骑乘模式里面哦，进去哦，它 User Mode 有两个 User Mode， 所以你可以看它爱心1、爱心2，就是它有2个这个你可以自己设定的模式。那上一代它只能设定1个 User Mode， 只能设定1个，那这边是2个，哦，可以2个。
这可以自己选择。那它有一个 DRL 功能 Daylight Running Light 的缩写，也就是自动日行灯的意思。透过亮度感应器当环境亮度比较亮的时候，它会自动关闭大灯，两侧定位灯切换成比较亮的日行灯模式。当环境亮度偏暗的时候，会自动开启大灯，两侧日行灯则切换成普通亮度的定位灯模式。那在它显示模式里面呢，这边有3种模式可以选择可以看你喜欢哪一个。那我们的预设就是这个bar模式那在这个地方你往上按久一点，它可以直接进入这个你的星星，就是你可以预设。那这边预设就是你的这个风性上下，但你可以改变那往下按久一点往下按久一点。现在目前没办法调，是因为你蓝牙耳机没有接上去。你如果蓝牙耳机接上去，然后你接手机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调整你的这个耳机的大小声，所以它这边喇叭大声小声。那它大灯部分还是跟之前一样，是用反射式大灯左右各2颗，所以总共是4颗，2个近的，2个远的。开启电源，自动会开启大灯。发动引擎之后会开始光感应侦测，决定大灯是开启还是关闭，也就自动启闭头灯。那现在是白天所以只保留日行灯，大灯呈现关闭状态。来，我们看它大灯近灯、远灯、双闪灯、方向灯、熄火、关闭电源、开启电源。好，这个是它的刹车灯、双闪灯、方向灯。那它的前面手套箱的地方打开，跟以前一样不能上锁，打开。那我们看一下里面大概是这样功能。伸运大概1个手掌左右到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这个坐垫的部分。这次坐垫打开之后，你发现它的这个有压顶杆是2只，所以你才不会比较晃。我们上一代是因为1只的关系有功能可能它稍微晃一点。那我们上一代压下来的话，你要稍微用力压一下它才进去。那这个话你只要进去比较容易，就进去了。那这个是它的油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回弹，油压回弹。油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打开这个地方比较可惜它没地方可以放没有个地方可以挂钩那这边有一个洞可以装个那个绑绳，油箱盖绑绳，那这个是没有。那据说是这个坐垫有比以前软那刚刚坐在上面感觉不明显，可是你用手压确实是比旧款的软一些比较软度是有差。原厂新闻稿说坐垫前端有收窄仔细比较一下，确实有比较窄一些。那试骑的时候体感不明显，但是骑回自己的车的时候发现还是有点差异。前轮是秀瓦的 SFBP， 41mm的倒立式前叉，17寸的轮圈，12070R17的轮胎。后轮是 ProLink 中置多连杆避震器，15寸的轮圈，16060R15的轮胎。哇，换回来自己车之后真的是瞬间觉得不香了。晃儿是很会做那个小升级坐垫比较软，刚开始坐上去就没感觉，然后换自己车之后，坐垫真的旧版的比较硬，新版比较软。然后它不是有电动风镜吗？电动风镜也比较低耶，
比较凉快。然后这个刚说它那个双离合器的那个半离合器部分哦，做比较有个半离合器的衔接，让你在这个换挡跟这个起步比较顺畅，比较平顺。然后我们这个比较机械式哦换挡，当然它顿挫感不大，大概跟快排很接近。人家是连这个换挡顿挫感都没有。那起步你稍微油门吹快一点了，这边就会有点稍微爆冲当然我们也习惯了啦。可是没有爆冲的感觉，还是比较爽一点。仔细思考哦，新款 Forza 750吸引我的点，第一点应该是 DCT Dual 半离合这过渡真的变比较滑顺了，变得更细腻和平顺，接近那种 CVT 的感觉。就连它换挡的顿挫感也几乎察觉不到，只能从引擎声浪来判断现在正在换挡。第二坐垫变软变得更好坐了。那我现在坐垫上面是加装了网状坐垫套来增加舒适度，但是现在新版直接给你更舒适的泡棉材质。再来第三点电动风镜最吸引人的地方应该是可以降得更低。像750这种大双缸的车夏天骑车真的很热，风镜降低之后会变得更凉快，而且风镜中央开个孔，可以减少风镜内侧的一个真空扰流。那其他部分是感觉引擎刹车部分变得更低了，这个部分就算是在 Sport 的运动模式之下，引擎刹车也没有像之前这么多的顿挫感。这部分没有跑山路没办法确认它实用性。因为跑山路的时候，如果有引擎刹车这样减速会比较方便，可以直接回油减速入弯，这样刹车不用刹那么多。最后一点后货架锁点听说是和21年版本是相同的，那侧箱系统也可以完全沿用，那包括侧箱的那个支架都通用。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后面是 Forza 750跑山时的声浪和画面。我们下次见了，拜拜。